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袁同学。今天呢，我带着我的这个摄像机呢，来到了上海西安美术馆。那西安美术馆呢，最近呢在做一次年度大展啊，它集中了这个70年代以来当代摄影艺术的一些精华的代表作呢，在做了集中的展出。那在西安美术馆 B1 层呢，那么我们的唐老师经常出镜的唐老师呢，来在这里呢受邀呢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暗访。那唐老师今天麻烦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特别的东西哈。好的，这次呢，我们就是受西安美术馆的邀请，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摄影空间。那这个空间呢，包括了后面的这个暗箱啊，这个暗房实际可以使用的。然后呢，这个外面呢，我们做了一些这个美术的这个布置啊，它是一个艺术家工作室的形式，也有一些我个人作品的展示，还有一些大画幅的相机，还有一些电脑和扫描仪，这个都是为了配合之后的公共教育课程和一些企业的定制课程啊。这个空间它是本来就有的吗？还是说专门为这次展览打造的？这个空间它原来叫盒子，它就是一个纯白的一个空间。那么我们拿到手以后呢，就先进行了设计规划，给它做了一个这样的以摄影主题的。就大家跑进来呢，这个白色的空间里面呢，最显眼的呢，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个大木盒子啊。这个大木盒子，唐老师介绍一下是个什么东西？对，这个大木盒子其实本身就是我们摄影最早的一个基础形态，我们叫做暗箱。那最早的暗箱都是画家开始慢慢使用，然后等到了这个化学技术同步发展的时候，摄影术就这么诞生了。所以它是一个最原始的一个暗房。它是一个暗箱结构。当然，我们现在在这个暗箱之内还嵌套了一个暗房，等于说它既有暗房的功能，也可以去观看最早的这个暗箱结构。所以它是仿照我们摆在这边的这台相机啊。对，这台是美国之前的一个品牌，也是100年了，差不多。对，大画幅的，属于在工作室使用的座机。工作室使用的。然后下面写着那个纽约警察局是吧？纽约州警察局，所以它是警察怎么拍犯人用的吗？对，就是拍那种犯人肖像用的。它后面的这个片夹其实是一个4×5的半格，4×5半格，4×5上可以拍2张，一张特写，一张全身。所以当时那个纽约警察抓了犯人以后，他留证据就是一张肖像。对，但当时其实也是作为嫌疑人。拍嫌疑人。嫌疑人。对对，嫌疑人。所以你现在复刻了一个东西。对，我就把这个形象，我觉得红色的皮箱会比较漂亮、亮眼一些，我就把它的这个造型进行了这个复刻。漂亮，很特别。那么我们在这个展会期间，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活动类型在这边举行呢？今天其实已经公教发布了一些就是相关的内容。我们第一个是做了一个盲盒，就是我们提前曝光好的相纸，可以让参与者来到这边，把这个相纸放到药水里，然后慢慢的显影、停影、定影的一个操作流程。那么这个是属于零基础的，因为曝光已经完成了，所以对大家来说是最简单的一个体验暗房的方式。之后我们会有更多由我来这个带领大家一起玩的2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的一些公教课程。主要的是就是比如说使用这个相机，我们可以进行拍摄，拍摄之后完成底片的冲洗，然后再是印制照片。整个一套流程。对，还有一些是参与者可以带自己的胶片来，我们在暗房里完成整个冲洗。就是我不拍，但是我直接做暗房。也可以的。对，还有就是已经完成的底片，我们也可以在里边去印制放大照片。挺好的。那个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楼上正好在做那个当代摄影的艺术这个大展，然后看完这些作品以后，再下来自己亲手动手体验这个过程啊，这个就是有一种互动交互的这感觉，然后肯定是对这个上面观展的这个印象有更深的这个了解。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其他
就是摄影展不多见的啊，不多见的。对，因为这个特别好的机会，是因为这次西安美术馆陈列的这些当代摄影，很多都是大师之作，对啊，并且大部分基本都是用胶片、银盐那个时代的这个工艺完成的。那么我们看完那些作品，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疑问，包括制作工艺，或者说这个工艺在现代它是不是还有艺术价值？我们是不是要再去回过去做那些东西？那么我想，有了这个空间，那么西安美术馆就是想要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那些艺术作品它在技术层面的一些价值。对，这就是因为摄影还是个很实践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内容啊，所以我觉得光看不行啊，我们还要动手做，把它做出来，你这张照片呢才会有对自己来说有很大的这个价值。你这个大概是会持续多久啊？我们这个空间是配套展览，从11月8日一直到2月16日。明年2月16日，那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啊。OK， 那大家呢，就是也非常的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有空的时候呢，在参观我们这个主展之余啊，能够到 B1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手做的这个照片的这个冲洗和制作啊。唐老师在上海呢，在M50呢也是一直在做暗房的这个教学的这个事情啊。那么对于年轻的人来说啊，这个当下这个做摄影啊，这个在玩暗房，它的你觉得啊，就是现在教学下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是对年轻人来说，它的意义还存在在哪里？我觉得意义还是非常明显。就好比说我做暗房以外，也会做一些美术置景的工作。其实我觉得这些工作的意义就在于，可能会有一些企业、一些公司拼命的想把以前一些好的美术的东西给你装到手机里去让一个手机、一个智能设备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涵盖。但是其实我们做的工作是把这些原本属于这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东西从手机里拿出来，让大家去玩。因为这个我觉得才是世界真正精彩的这个地方所以不管说是我们看到这些道具也好，还是说我们暗房实体的这个照片也好，我们都是为了做这件事。对的，就是科技的发展让实体的东西变成数字化，那我们现在也把它这个过程呢导回过来，把数字化的东西变成实体化。的确，一张照片拿在手里的时候的这感觉和你在屏幕上翻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它有触摸感，和人就会有一种连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很有意思的，而且暗房其实真的很好玩。所以呢，希望大家有空啊，就过来体验一下，找唐老师聊一聊，然后把这个过程走一遍呢，对摄影这件事情会有更深的这个接触和了解。好，那么今天还是谢谢唐老师，谢谢。祝唐老师的这个空间，我希望呢它能够永久的保留下去啊，因为它真的很不容易做这么个东西啊，就是3个月这个时间太短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跑到这里来，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这个影像制作的这个项目当中来，好吧？对，欢迎大家来玩。OK， 那就拜拜。